台湾国防部长于2022年5月5日在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时证实，原本预计向美国采购12架 MH602 海鹰反潜直升机的采购案已喊停，这也是近期台当局手中夭折的第2起军购案。台立法院不久前透露，接到美国国务院通知， M109A6 自行火炮军售已被叫停，这是拜登上任后于去年8月宣布的第一项对台军售案例的项目。在美方要求下，这个价值 7.5 亿美元的军售案全案拟撤销，就连便携式毒刺导弹也因为国际情势变化，受俄乌战事影响，会有延迟交运风险。向来不吝武装台湾的美国政府，为何最近对台军售不甚热心了？台当局解释称，取消军购是因为价格太高，交付太晚，不是因为美国喊停，而是台当局自己的决定。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有消息称是美国认为海鹰反潜直升机不符合台湾的需要，因此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原则为由，拒绝这笔交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被誉为当前世界上最先进海军直升机的 MH602 型舰载直升机。说到美国海军的 MH602 海鹰直升机，喜欢海军装备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关于黑鹰直升机的海军版本有多个系列，例如 SH-60B、SH-60F、HH-60H、MH-602 和 MH-60S 等。这些直升机均可以部署在美国海军的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快速战斗支援舰、两栖攻击舰或航空母舰上，可以处理反潜战、反水面战、海军特种战、战斗搜救、垂直补给和医疗救送。MH602 是美国海军在现有的 SH602 基础上进行改造而来的一种多任务机种，用于取代 SH-60B 和 SH-60F。最开始 MH602 被命名为战斗鹰，但是最终被改名为海鹰。MH602 由西科斯基公司提供机身，洛马公司提供综合系统。直升机被设计用来在滨海和大洋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美国海军为了降低研制训练和后勤成本，决定 MH602 采用 H-60的机体。2001年，美国海军决定耗资70亿美元订购243架 MH602， 其中只有7架是机身升级而来，其余的均为新造。2001年7月19日，第1架 MH602 试飞。2003年4月15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 MH602 最近在加勒比海的大西洋海下试验及评估中心完成了3周的开发实验。2005年，海军完成了 MH602 的最终作战评估报告。2006年1月19日，海军公开展示了首批4架 MH602 直升机，并且将在4到6周内做出批量生产的决策。MH602 海鹰直升机作为一款10吨级海上攻击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约 10.4 吨，使用了2台通用电气 T700GE401 涡轴发动机，单台最大功率约1400千瓦，其最高飞行速度为267公里每小时，航程834公里，飞行高度超过3000米。MH602 的雷达系统为 APS-147 多模雷达，可以自动发现并跟踪255个目标，具有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深探测和潜望镜及小目标探测特点，能够为 MH602 直升机提供远程和短程搜索能力。MH602 还装备了 AN/AQS-22 低频可调声呐、雷西昂公司的 AAS-44 前视红外雷达、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电子支援设备和数据链。其导航系统装备了双冗余全球定位惯性导航系统、多普勒战术导航系统以及卫星通信系统。MH602 的综合自我防御系统包括威胁确定、最佳反应手段响应、浮标式或者拖曳式雷达报警接收机、激光报警器。其决策支持系统包括活动语音分类、自动窄带检测、跟踪、分类、原地点环境更新、传感器优化、不定地域判定。MH602 可携带的武器有 AGM-119 企鹅反舰导弹、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MK46 鱼雷、MK50 鱼雷，一挺 7.62 或 12.7 毫米机枪。MH602 海鹰直升机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舰载机联队第51海上攻击直升机中队。简单说，这些 MH602 主要配备在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上，是航空母舰近程作战的多面手。MH602 海鹰直升机
之所以隶属于海上攻击直升机中队，主要原因在于这批直升机既具备反潜能力，又可以挂载轻型反舰导弹、空对地导弹，具备对舰和对地攻击能力。MH-602 海鹰直升机与陆基的黑鹰直升机最大的区别是 ，MH-602 的尾桨下方可以折叠，主要是为了减小直升机在舰上的停放空间。目前，美国海军装备的 MH-602 海鹰直升机数量在2018年时已经超过300架，另外还有大量的 MH-60S。这两种海鹰取代了之前的 SH-60B、SH-60F 和 HH-60H 3种机型。自 SH-60B 原型机在1979年首飞以来，海鹰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是一种出色的直升机。目前除了空中扫雷任务之外，海鹰包办了美国海军其他所有直升机任务，但该机最初并不是多用途直升机。美国海军购买的第一种海鹰是 SH-60B， 取代了 SH-2 海妖，成为水面战斗舰艇轻型机载多用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再聊聊海鹰直升机家族的其他成员。驾驶 SH-60B-F 进行夜间飞行很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两种海鹰的座舱灯光不兼容夜视镜。该机诞生时，夜视镜还未被广泛使用，因此其发动机仪表板灯以及座舱警告灯和警告面板都是琥珀色和红色的，而不是对夜视镜友好的蓝色或绿色。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黄色或红色光线进入早期夜视镜的视野，会产生严重的光晕，即使是一丁点红光，也可以导致夜视镜失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海军为海鹰提供了夜视镜兼容眩光套件，其实就是可粘在警告灯和警告面板上的有色玻璃，使这些灯光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夜视镜兼容。由于老海鹰的标准航行灯也不兼容夜视镜，所以夜间编队飞行也成为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飞行员在机身周围安装了多个绿色荧光灯，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但的确提供了足够的视觉参考，以确保夜间编队飞行的安全性。HH-60H 是第一种在制造时考虑了夜视镜兼容的海鹰，该机所有显示器以及警告灯和警告面板都对夜视镜友好，不会产生光晕。此外，该机的夜间编队灯也兼容夜视镜，使夜间编队飞行更容易。H-60的几种陆机型，如美国空军的 HH-60G 铺路鹰，都装备了空中加油探头，可与 C-130加油机对接进行空中加油。这种能力大幅提高了这种直升机的作战半径，显著增强了作战灵活性。相比之下，因缺乏合适的加油机，海鹰除了悬停加油外，没有其他空中加油能力。随着 E-2D 鹰眼预警机装备了空中加油探管，美国海军除了 MH-62S 之外的所有舰载机都具备了空中加油能力，更凸显了海鹰在这方面的不足。为了部分解决问题， SH-60F 拥有巨大的燃料容量，配备了一个2233升的主油箱和一个398升永久性内部辅助油箱，并能在外部挂载一个454升可抛副油箱，最大载油量达到3085升，也就是大约 2.5 吨。该机在正常飞行中每小时耗油约454千克，满油状态能续航 5.5 小时。MH-60S 运输货物和乘客时可拆掉内部辅助油箱，使运输更加方便。MH-602 由于机舱内安装了大量的任务设备，因此没有内部辅助油箱，不过能够挂2个外挂副油箱。海鹰家族的尾轮位置很奇怪，位于主机舱后方， MH-602 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舰载直升机着舰，特别是降落在小型舰艇上时，尾轮触舰时会对尾梁施加很大的应力，所以把尾轮前移至更靠近旋翼头的位置，有助于减小这种应力。将尾轮安装在主机舱后方的另一个优点是让海鹰能以难以置信的半径转弯，这对于在拥挤的飞行甲板上机动非常有用。一些海鹰飞行员驾驶时非常不适应其后置尾轮带来的较大转弯半径。与高大上的 MH-602 相反， MH-60S 基本上是一种飞行卡车，能够在机舱内装载货物，或在机腹用吊索吊运货物。 MH-60S 还承担搜救任务，机舱内有足够空间容纳救生员和医务人员。该机还被用于支援特种作战，和陆军黑鹰一样具有舷窗机枪，不占用机身两侧的滑动舱门。虽然 MH-60S 的先进设备要比 MH-602 少得多，但该机却具有一种非常独特且高度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机载激光水雷探测系统。 MH-60S 最初还打算取代 MH-531 海龙，拖动一个扫雷滑水橇来探测解除或引爆水雷，
但这套扫雷设备对海鹰来说太大了，因此改用 ALMDS 探测水雷。MH-60R 是美国海军最新一代海鹰，也是西方最先进的军用反潜直升机之一。除了美国海军使用，还外销10余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海军舰载直升机之一。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